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梅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四海游集系列花篇背心裙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区之社进入查看。衣服有2个尺码，不同尺码的钩织方法大致相同，只是针数、行数等略有不同。衣服包含前后片、裙身、钩边和装饰。先完成各个部分的钩织和拼接，再进行钩边，最后钩织装饰并缝合。开始学习前片，为了方便讲解，将前片分为中心花片、1区、2区左侧和2区右侧，以及3区。先钩好中心花片，然后围着其中3条边钩1区，接着在两侧钩2区，最后在上方挑针钩3区，3区还要挖领口。最下方这里是裙身第1圈的挑针，暂时不用看。先学习花片的钩织方法，花片是环形起针，沿着起针的线圈绕圈钩织。不同尺码的中心花片完全相同，请看我演示。首先环形起针，小样演示用线随机，主要讲解方法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针的型号，请参考产品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开始钩第1圈，立2个锁针，接着钩一个长针，我们可以将这2个锁针和这个长针看作一个特殊的长针2针的枣形针，接着钩2个锁针，然后钩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，后面简称枣形针。先钩2个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，将线依次钩出。枣形针完成，2个锁针。这一圈接下来就是交替钩1个枣形针和2个锁针。算上开始的这个特殊的枣形针，总共要钩8个，继续钩织。最后2个锁针钩完后，收一下起针的线圈。先拉动起针的线头，有一个线圈在活动，拉紧这个活动的线圈。最后拉紧线头，这样线圈就收好了。
接着在开始的这个长针针目上钩一个引拔针，圆形实心点表示引拔针需要拉紧。最后断线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拉大线圈，剪断，拉紧。第一圈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二圈，首先接线，钩针穿入起始位置左侧第一个锁针的后半针，注意不是左侧长针针目，也就是这样一根线，接线，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将线圈勾出，小样往后用线颜色都是随机的。接线完成，立3个锁针，算作一个长针。接着在左侧锁针上钩一个长针，同样是挑锁针后半针钩织。钩好后3个锁针，这一圈往后每次都是挑这样2个锁针的后半针，分别钩一个长针。2个长针钩好后，都要钩3个锁针，继续钩织。最后3个锁针钩完后，在起立针第3个锁针上挑2根线引拔连接。也就是挑这个长针针目右侧相邻的锁针，完成后不断线。第2圈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3圈，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短针的起立针不算一针。接着在下方这个起立针和长针之间的缝隙中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在左侧大洞先钩3个长针，然后钩2个锁针，同一个大洞再钩3个长针。这一圈接下来每次都是在这样2个长针之间的缝隙中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在左侧大洞中钩织和这里相同的针法，也就是依次钩3个长针，2个锁针和3个长针。
按照这样的规律继续钩织。最后3个长针钩完后，在第一个短针织目上引拔断线。第3圈就讲完了，继续钩第4圈。首先在起始位置右侧这个洞眼中，用对应颜色的线接线。第一个锁针，然后在这个洞眼钩一个短针。一个锁针，接着在左侧这个短针上同时挑针目的后半针以及后方一根线，先钩一个长针，然后钩5个锁针，同一个位置再钩一个长针，可以发现这里的入针位置有点特殊，这一圈接下来每次都要在这样的洞眼中钩一个短针，短针两边都要分别钩一个锁针，然后每次都要在这样的短针上挑针目后半针以及后方一根线，同时钩一个长针，5个锁针和一个长针。按照这样的规律继续钩织。最后一个长针钩完后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引拔连接，不断线。第4圈完成，继续钩第5圈，立一个锁针，刚刚引拔的同一个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，往后就是在每个大洞同时钩4个长针，2个锁针和4个长针。
在短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大家对照图纸钩完这一圈，最后引拔断线。第5圈完成，继续钩第6圈。首先在起始位置右侧洞眼中接线，立4个锁针，算作一个长长针，然后在这个洞眼钩一个长长针，绕线2圈，穿入钩针，将线钩出，依次绕线，将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重复3次。一个长长针就钩好了，继续在这个洞眼钩一个长长针，然后钩3个锁针，再在左侧这个短针针目上同时钩一个长长针，2个锁针和一个长长针。完成后，一个锁针，左侧洞眼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，左侧短针针目上同时钩一个长长针，两个锁针和一个长长针，再钩3个锁针，然后在这个洞眼同时钩3个长长针，3个锁针和3个长长针。往后每次都要在短针针目上同时钩一个长长针、2个锁针和一个长长针。这样的洞眼都是交替钩长长针和短针，之间还要钩锁针。大家结合图解，继续将这一圈钩完。最后要在开始的这个洞眼再钩3个长长针，和3个锁针。完成后引拔断线。
第6圈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7圈，先在这个洞眼接线，立4个锁针，洞眼中再钩一个长长针，然后在起立针上，也就是引拔的相同入针位置，钩一个长长针。左侧2个针目上，再分别钩一个长长针。3个锁针，跳过一个洞眼，在这个洞眼中同时钩一个长针、2个锁针和一个长针。左侧这个短针针目上同时钩一个长针、2个锁针和一个长针。继续和右侧对称钩织，完成后，这个洞眼同时钩2个长长针，3个锁针和2个长长针。剩下的3条边按照同样的规律钩织，大家结合图解一直钩完开始这个洞眼的最后2个长长针。完成后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在起立针上钩一个中长针，第7圈完成，继续钩第8圈，立3个锁针，这个洞眼再钩2个长针，左侧5针上一一对应钩长针，起立针位置不要漏钩。然后在中间5个洞眼分别钩3个长针，这5个针目上也分别钩一个长针。每次拐角洞眼都是同时钩3个长针、3个锁针和3个长针。大家继续将这一圈钩完，最后引拔断线即可。
第8圈完成，剩下的3圈继续对照图纸钩织。第9圈，每条边中间这里，就是在对应的针目上同时钩一个长针、2个锁针和一个长针。最后2圈基本上都是钩长针，我已经都钩好了，大家结合图纸钩完即可。最后可以将所有线头在反面藏一下。大家也可以将整个线头藏完，其余线头我就不藏了。到这里中心花片就讲完了。接着钩1区，1区是片钩的，我们按照箭头方向来看图解，也就是从有起立针的一侧开始看。第一行就是先从花片的拐角动眼开始接线，然后钩完3条边，请看我演示。我用这个小支片代替中心花片，首先找到花片任意一个拐角动眼，花片正面对着自己，也就是纹理清晰的一面。在动眼中接线，第3个锁针，动眼中再钩一个长针，然后钩一个锁针，接着在左侧第2个针目上同时钩2个长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织，一直钩完第3条边。结尾是在这个动眼同时钩2个长针，第1行就钩好了。继续钩第2行，这一行在反面钩织，从这一侧开始看图解。第3个锁针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翻面，左侧动眼同时钩2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织。最后要在起立针上调2根线，钩一个长针。第2行完成。第3行又是从这一侧开始看图解，在正面钩织。第3个锁针，翻面，左侧针目钩一个长针，
注意，从一行的反面看时，针目是对应左上方的辫子。继续对照图纸，在针目或者洞眼中钩织。最后一针也是在起立针上钩一个长针。第3行完成，继续对照图纸钩完第4行。前4行钩完后，可以量一下4行的高度，应该和图纸标注的差不多。可以看到，第5行开头立3个锁针后翻面，在边缘这个针目上钩一个长针。结尾在起立针上同时钩2个长针。接下来依区剩余行数就是来回往返钩织这样的3条边。大家对照图纸钩织，一区共10行，钩完后不断线，这样一区就讲完了。一区钩完后，继续看2区。不同尺码，2区的行数有所不同。由于一区结尾的线在右侧，因此我们可以先钩2区右侧。第1行从这里开始看图解，一直钩完这个洞眼位置。小样这里的第1行已经钩好了，一区的行数有省略，剩下的行数就继续来回片钩。这一侧为腋下的位置，需要减针。我以小码为例进行讲解，如果钩织的是大码，可以先看小码的方法演示，学会后再对照图纸钩织。继续钩第2行，对照图纸，这一行前面就是一对应钩长针，一直钩到剩下9针，算上起立针。完成后，依次钩3个中长针，2个短针，最后在左侧针目上引拔，椭圆形实心点表示引拔针，不用拉紧。第2行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3行，立一个锁针，翻面，从左侧短针针目开始，一对应钩引拔针，钩8个。完成后立3个锁针，然后在左侧2个针目上钩一个长针减针。长针减针和花片第1圈的长针2针枣形针钩织方法相同，只是枣形针要在同一个位置入针，长针减针要在图纸指向的对应位置入针。先在左侧2个针目上分别钩一个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，将线依次钩出即可。长针减针完成。继续对照图纸
勾完第3行，并将第4行前面的针数勾完。勾完后，请看我演示第4行结尾的这个长针与长长针并针的钩织方法。长针与长长针并针，就是先在图纸指向的位置勾2个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在长长针指向的位置勾一个长长针未完成针，也就是这个针目上。最后绕线，将线依次勾出。长针与长长针并针就讲完了。第3行这个起立针位置就不勾了。衣服其余位置也会遇到这种针法，参考这里的演示即可。接下来大家结合图纸勾完2区右侧，勾完后断线藏线，2区右侧就讲完了。继续来看2区左侧。第1行，从这一侧开始看图解，在正面钩织，也就是先在这个洞眼接线，然后开始钩织。这里我已经勾好了第1行。第2行开头和右侧第3行开头类似，立一个锁针后翻面，从第2个针目开始钩织对应数量的引拔针，勾好后对照图纸钩织相应针法即可。第8行开头立2个锁针，然后翻面，在第2个针目上钩一个长针。第9行结尾这里，这个长长针未完成针的入针位置就是这个长针针目。大家继续将2区左侧勾完，并断线即可。2区两侧勾完后，继续勾3区。3区前几行是一体钩织的，后面的行数需要挖领口，也就是分2边单独钩织。我先演示一下第1行的挑针。首先将织片正面对着自己，然后在边缘这个长针针目上接线，代码就是起立针第3个锁针上接线。立3个锁针，接着对照图纸，在这个侧边挑几根线，或者穿入缝隙中钩长针，每钩2个长针都要钩一个锁针。将这个侧边钩完，小样这里挑针数随机，具体按照图纸的针数挑针即可。挑完这个侧边后，到了花片位置，
先在这个洞眼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然后在起立针左侧针目上同时钩2个长针。如果这里不是起立针，就跳过一针，在第2个针目上钩2个长针。继续对照图纸在花片位置挑针。最后在这个洞眼钩一个长针，完成后又到了这个侧边，继续对照图纸钩完这一行。最后一针可以挑起立针顶端的2根线钩织，大码就挑长针针目钩织。这样第1行就讲完了。接着对照图纸钩完前7行，钩完后从第8行开始，要先钩右侧，钩完后中间部分不钩，然后在反面和这里对称的位置接线，并钩完左侧。这样前片就讲完了。前片钩完后，开始钩后片。后片分为1区和2区。1区就是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的辫子往上片钩。2区前几行要在两侧减针，最后2行需要挖领口。大家结合图纸钩完后片，边钩边与前片比照，注意前后片大小应该大致一样。如果起针和第1行钩织方法不会，请看接下来的视频演示。下面演示锁针起针的长针往返编织。锁针起针，然后钩3针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。起立针对应的是起针的最后一个锁针。钩针绕线，挑起左侧第5针锁针的里山。绕线，将线钩出。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钩针绕线，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还剩2个线圈。钩针绕线，从剩下的2个线圈中钩出，一针长针完成。对应右上方有 V 字形状的辫子，这个是长针的针目。继续钩针绕线，挑取相邻起针锁针的里山。绕线，将线钩出。绕线，从前2个线圈中穿过。再绕线，穿过剩下2个线圈。第2个长针完成，将剩下的长针钩完。
第一排完成，钩织了1个起立针和6针长针，因为长针的起立针算作1针，这里相当于钩了7针长针，对应起针的7针锁针。到这里，后片就讲完了。前后片钩好后，需要将肩部和两侧分别拼接起来。拼接就是在反面同时穿入2个织片边缘，钩1个短针，2到3个锁针。拼接方法也可以根据喜好确定，注意拼接时要注意织片对齐。下面请看拼接方法的演示。以右前片为例，注意左右前片指实际穿着的左右，将右前片和后片正面相对，反面在外。可以从任意一侧开始拼接，将肩部重叠对齐。这个小样是后片，这个是右前片。我们从边缘这里开始，一直拼接到这个长针位置。后片这里就是这个长针位置。钩针同时穿入2个织片边缘的几根线，接线。立一个锁针，接线处钩1个短针，接着钩2到3个锁针，我这里钩3个锁针，间隔一小段距离，同时穿入织片边缘的几根线，继续钩1个短针。这个距离和锁针长度大致相同，确保钩完后织片不会缩起来，并且遇到肚线，将肚线包裹进去。拼接就是交替钩1个短针，2到3个锁针，将这条边拼接完成。完成后断线。前后片拼接好后，开始圈钩裙身。裙身根据花样不同，分为1区和2区。不同尺码的1区行数相同，只是针数不同；2区针数与行数都不同。首先，请看我演示1区第1圈的挑针，裙身都是在正面钩织的。我们可以从后片位置开始钩织。小样这里后片只钩了第1行，穿入边缘长针的入针位置，接线，立3个锁针，然后在左侧相邻的入针位置钩1个长针，
2个锁针，继续交替钩2个长针和2个锁针，长针都是跳过2针，穿入这样的入针位置进行钩织。也就是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个洞眼，对照图纸，一直钩完后片位置。最后一个长针的对应的入针位置钩完后，再钩2个锁针。接着到了前片的位置，继续交替钩2个长针和2个锁针，针数分配参考图纸即可，确保钩到图纸的针数。前片位置钩完后，在起立针上引拔连接，第1圈就讲完了。接着钩第2圈，对照图纸，开头在这个长针和这个洞眼中分别钩一个引拔针，将线过渡到这个大洞位置，然后立起立针开始钩织。每个洞眼钩4个长针，第3圈开头立一个锁针后，在左侧这个针目上开始钩短针，每次都是在这样的4个长针的第2针上进行钩织，交替钩一个短针，以及这样的6个长针和1个锁针。第4圈是在每个短针上同时钩2个长针，这样的洞眼中同时钩2个短针，两边分别钩2个锁针。结尾钩完1个锁针后，在起立针上钩一个短针。第5圈开头相当于连续钩5个锁针，然后在每个洞眼钩2个长针，之间都要钩2个锁针连接，结尾在这个洞眼再钩一个长针。第6圈就是在每个洞眼钩2个长针，每个针目钩1个长针。第7圈就是一一对应钩长针，一区整体上是每7圈一个循环。大家结合图纸，一直钩完一区对应的圈数。注意，最后一圈结尾，钩完2个短针后，直接在起立针位置钩一个中长针，这样一区就讲完了。一区钩好后，继续钩2区。大码第1行就是在洞眼钩2个长针，针目上分别钩一个长针，也就是每组钩8针。小码2区第1行整体上是每组钩8针，但由于2区花样需要是12的倍数，因此需要在第1圈均匀加8针。图解没有画出加针，大家可以用线头先大致均匀的标记8个位置，到了标记的位置就多钩1针。第1圈钩完后，继续对照图纸钩织剩下的圈数，其中第4圈有一个新针法，长针3针并1针。钩织方法和长针减针类似，就是在这3个针目上分别钩一个长针未完成针，最后绕线将线一次钩出即可。第
第7圈这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钩织方法和中心花片第1圈的枣形针相同。2区是每9圈一个循环，大家对照图纸继续钩完2区，这样裙身就讲完了。钩边包含领口钩边、袖口钩边和裙摆钩边，其中领口和袖口都是钩2圈，裙摆钩边只要钩1圈。钩织方法大致相同，请看我演示。以领口钩边为例，我同样用小样讲解，先钩第1圈，从后片位置开始，用对应颜色的线接线，钩针穿入后片最上方这一行边缘的几根线，立一个锁针，接线处钩一个短针，继续在同一行侧边再钩一个短针，下方这一行侧边大致均匀的钩2个短针。完成后，从左侧针目开始，一一对应钩短针，一直钩完这个针目位置。这个入针位置可以不钩。完成后，这2行侧边同样每行钩2针，然后前片的2个侧边也是每行钩2针，下方这里一一对应钩织。按照这样的规律将这一圈钩完，大家也可以根据需求适当调整针数，确保钩完后边缘大致平整即可。第1圈钩好后，在第1个短针针目上引拔断线，继续钩第2圈，先在第1个针目上接线，立一个锁针，接线处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第2针，这针需要钩一个拉长的短针，可以在下方这个短针的入针位置进行钩织，或者稍微往下一点入针，具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钩织。将线圈钩出时，要拉大线圈，拉至和右侧大致相同的高度，再绕线，将线一次钩出即可。也就是钩织方法和短针相同，并且要将线圈拉长一点。继续一一对应钩3个短针，注意这个拉长的短针对应左侧相邻的短针，因此这一针不钩，从旁边的短针针目开始钩织。
完成后再钩一个拉长的短针。往后每次钩织拉长的短针时，都要确保和前面这里长度大致相同，并且大致是在正下方位置钩织。继续每次钩完3个普通短针后，就钩一次拉长的短针，按照这样的规律将这一圈钩完。如果第一圈的针数不是4的倍数，结尾位置可以适当调整间隔的普通短针数。全部完成后，在第一针上引拔断线即可。这样领口钩边就讲完了。接下来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继续钩织袖口钩边。同样，先均匀钩一圈短针，短针数可以参考结构图的标注，然后按照领口第2圈的规律钩织第2圈即可。裙摆钩边只要钩领口的第2圈，也就是每钩3个短针后就钩一个拉长的短针，一针对应一针钩织，这样钩边就讲完了。最后钩织并缝合装饰，装饰包含5种花片和茎叶，以及一些单独的茎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首先钩花片1，花片1是环形起针，第一圈先立3个锁针，然后在起针的线圈中再钩14个长针。完成后收好线圈。并引拔连接。注意，由于后面还要用到这根线，这里我们可以不断线，将线固定好。继续钩第2圈，先用对应颜色的线在刚刚引拔的相同入针位置接线。这根暂停钩织的线始终放在反面。立3个锁针，接线处再钩一个长针。往后在每个针目上分别钩2个长针，将这一圈钩完。完成后引拔连接不断线。继续钩第3圈，这一圈就是一一对应钩一圈短针。现在我已经钩好了第3圈，最后引拔断线。接着钩第4圈，钩针穿入刚刚这个引拔的入针位置，将暂停钩织的线钩出，
这里不要拉太紧，轻轻拉直即可。然后对照图解勾完这一圈。现在我就勾好了第4圈，继续勾第5圈，立3个锁针，左侧3个针目上分别勾一个长针，然后勾2个锁针，左侧针目引拔，引拔针不要勾太紧，方便下一圈入针。2个锁针，这一圈往后每次都是先一一对应勾4个长针，然后2个锁针，一个引拔，再勾2个锁针，按照这样的规律将这一圈勾完。最后引拔连接，第6圈每次都是在上一圈的长针针目上分别勾一个长针，然后勾2个锁针，2个洞眼分别勾2个短针，中间引拔针上挑2根线引拔。再勾2个锁针，按照这样的规律将这一圈勾完。结尾预留50厘米左右的线头用于缝合。现在花片1就讲完了，继续学习花片2，环形起针。然后立一个锁针，接着在起针的线圈中勾10个短针。完成后收好线圈。引拔连接，注意，大家可以从最后一个针目往前数到第10个针目，进行引拔，然后固定线不剪断。继续对照图纸接线勾完第2圈和第3圈，并断线。现在我已经勾好了前3圈，继续勾第4圈，用第1圈的这根线钩织。
第3个锁针，左侧针目上同时钩一个长针和一个长长针，往后遇到类似情况，就对照图纸钩织。例如这个是在左侧针目上同时钩3个长长针，这里就是在这个针目上同时钩2个中长针，也就是对照图解在对应的针目上钩织对应的针法。这一圈的针法不规律，大家对照图纸钩织即可。现在我已经钩好了第4圈，继续钩第5行。可以发现这一行只要钩一部分，剩下的就不钩了。首先在左侧相邻的针目上引拔，然后依次钩织对应针法。最后引拔，同样结尾要预留50厘米左右的线头。这样花片2就讲完了。继续学习花片3，前2圈与花片2相同，只是配色有所不同。前2圈钩好后，继续钩第3圈。第3圈开头立一个锁针后，这个是短针加针的符号，也就是在同一个位置同时钩2个短针即可。可以发现这一圈就是交替钩一个短针、加针和一个短针。第4圈又是没有规律。第5行和花片2一样，也是只要钩织一部分针法，剩下的部分不钩。注意结尾同样要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。花片3钩好后，继续学习花片4。第1圈就是钩10个短针，和花片2相同，钩完后不断线。第1圈钩好后，继续钩第2圈，立一个锁针。左侧相邻的针目上先钩一个短针，2个锁针，同一个位置钩一个长针，2个锁针，继续在同一个位置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在左侧相邻的针目上引拔。我们可以将在同一个位置钩织的一个短针、2个锁针、一个长针、2个锁针和一个短针称为一个小花瓣。这一圈接下来，每次钩完这个小花瓣，都要在左侧相邻针目上钩一个引拔针。这一圈总共要钩5个花瓣，继续钩织。
最后这个短针钩完后，在开始的位置引拔连接，结尾预留20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花片4就讲完了。继续学习花片5。花片5就是环形起针后，在起针的线圈中交替钩1个短针和3个长针，总共钩5组。最后收好线圈并引拔断线。同样，结尾也要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。这样花片5也讲完了。接着钩茎叶，先起8个锁针，再钩5个锁针，然后在倒数第2个锁针上挑上方1到2根线，钩1个短针，继续挑左侧相邻锁针的上方1根线，钩1个中长针，再在左侧2个锁针上分别钩1个长针，每次都是挑上方1根线或者是2根线钩织。完成后，在左侧相邻锁针上引拔。一片叶子就完成了。继续钩13个锁针，然后钩一片与这里相同的叶子，也就是从左侧第2个锁针位置开始，依次钩1个短针、1个中长针和2个长针，再引拔。第2片叶子完成。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再起13个锁针，并钩好一片叶子。完成后，钩5个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个锁针位置开始，一一对应钩4个引拔针。完成后，再在这片叶子的引拔针相同入针位置引拔。为了使这里的洞眼小一点，可以挑2根线引拔。接着钩一片叶子，完成后继续在这里引拔，同样可以挑2根线。然后一一对应钩7个引拔针，再在这里钩第8个引拔针。
完成后，钩一片叶子，继续按照同样的方法钩引拔针，并钩最后一片叶子。完成后，剩下的位置一一对应钩引拔针。最后预留20厘米左右的线头剪断。这样，茎叶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。大家钩好对应数量的茎叶和各种花片后，再钩几段茎。茎的长短可以参考样品，也可以根据喜好确定，也就是起一定数量的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，一一对应钩引拔针即可。最后需要将这些装饰缝合在裙摆上，装饰的排布参考样品，缝合就用预留的长线头。我简单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确定好花片的位置后，可以用一节零线将花片临时固定在裙摆上。临时固定好后，将预留的长线头穿上缝针，开始缝合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确保不要在正面露出线迹即可。先沿着外围缝一圈，外围一圈缝好后，在中间大致缝几针，确保花片与裙摆服帖。全部缝好后，在反面打结固定。临时固定的线也剪断抽出。接下来，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将所有装饰都缝上去。到这里，这款衣服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